这个穿着性感的女孩每天都用望远镜偷窥富豪。这天富豪来逛超市，可是地上洒的水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去，只见一个浑身湿透的女孩在挑红酒。女孩微笑着示意富豪过去帮个忙，利用富豪的爱好成功搭上了讪。来的时候他故意穿了个湿透的白衬衫，目的就是让两个大灯若隐若现。果然富豪的眼睛总是聚焦在那上面。待时机成熟时，他又玩了个欲擒故纵，看着女孩妖娆妩媚的身姿。此时的富豪内心已经泛起依恋，可女孩出去后，因为天色已晚，根本打不到车。刚好让出来的富豪看到，于是就答应送她一程。在路上，女孩趁机向富豪倒苦水，室友嗑药成瘾，刚刚还和自己大吵一架，但自己又没钱，只能跟他合租。富豪听后不由得心疼女孩，想让她去自己家暂住一晚，但女孩此时又言起矜持，果断拒绝了富豪。但就当女孩下车后，他却站在门口迟迟没有进去，因为里面又传出室友的大骂声。富豪看着站在门外的女孩，知道此时他内心十分纠结，于是将车倒了回来，再次邀请女孩去他家。眼见对方上钩，他也答应了下来。这栋别墅价值6000万，不过对于富豪来说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他每天坐着就能进账100万，这也正是女孩对他下手的原因。看着这么奢侈的豪宅，没见过世面的女孩心里乐开了花。男人迫不及待地开了一瓶红酒，本来他打算小酌一杯，岂料女孩一口全干了。见着他这么上道，男人赶紧又给她倒满，两人就这样你一杯我一杯，最后把女孩喝得直接脱下了外套。看着男人手里的雪糕，女人更是直接拿了过来。敢问这样的美女几个人不爱呢？而富豪也看着如此的性感尤物，不由得逐渐躁动起来。他打开家里的储物柜，里面摆放着琳琅满目的高档红酒。只见富豪拿出一瓶最昂贵的，两人坐在沙发细细品尝，在酒精的作用下，氛围也开始变得十分暧昧。Sure you want to go back there? No. But what's the alternative? You can stay. 女孩听懂了男人的意思，于是赶紧摘掉了碍事的眼镜。下面的画面大家自行脑补，不知道两人嗨到多晚。当男人醒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另一边回到家的女孩也累得够呛，她躺在床上开始琢磨下一步计划。单身了30年的男人意犹未尽，于是来到了女孩工作的酒吧。为了能跟她继续交往下去，男人干脆充了个终身会员，这可把见钱眼开的女孩高兴坏了。下班时那小胳膊不自觉的就往了上去。本来两人打算今晚再 happy 一次，谁知竟然遇上一个扫兴的偷车贼。 Yeah, you. Hey, get away from my car, man. You don't want any problem. Just take off, all right? What you gonna do? Have the ladies protect you, huh? All right, forget it. Forget it. How about I kill you and I fuck your hot girlfriend, huh? Fuck yourself. Sky, I kill you, bitch. come on. Stay back. Ow! Wait. God! 男人抱着受伤的腿疼得直叫唤，好好的一个帅小伙就这样成了瘸子。眼下这种情况急需要人照顾，本来他打算雇个护工，可女孩却觉得不如就雇自己，晚上我还能陪你斗个地主啥的。说完也没等男人反应，站起身就要回家收拾东西。就这双迷人的大白腿，相信是个男人都忍不住。他立马把家里的密码告诉了女孩，女孩的目的终于达到。回到出租屋，房东正在调戏室友。这老头不光贪财还好色，他经常偷看女孩洗澡，听说他要走，最后还调戏了一番。女孩邪魅一笑，转身走进了屋，心想回头你看老娘怎么弄死你就完了。收拾完了东西，他跟室友做了告别。可怜的室友一直都不知道你还在利用他，现在计划已经达到，室友留着也没什么大用。接下来他就要展开计划了。等男人睡着之后，女孩偷偷的拿到了他的手机，然后利用面部识别解开了密码锁。男人的手机可以操控家里的一切。当他醒后发现手机不见，就怀疑被女孩拿走。他拿起女人的挎包查看，发现女孩和他室友的合照。就在这时，东西不小心掉在地上，慌张的男人赶紧俯身去捡。女孩听到了声响，从浴室里走了出来，知道富豪对自己还存有疑心，女孩直接脱下自己的浴袍，堵住了男人的嘴。可就当晚上女孩独自回房间时，他又变了一副模样。 1, 2, 3, 4, 5, 6, 7. 哦，跟前。那天房东去收租时，敲了半天也没人开门，于是他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走进去，竟发现波妹的室友在浴室自杀了。房东赶紧打电话报警。 Sweet kid. She was like my daughter. Any reason to think it wasn't a suicide? 女孩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竟然要隐藏自己的身份？第二天，男人醒来又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于是他赶紧下楼寻找，刚好看到电视上播放的新闻。男人越看这个人越眼熟，他记得曾在波妹包里看到过两人的合照。此时波妹正好买完炸鸡回家。 I got fried chicken. You like chicken, right? 男人疑惑为什么女孩这么开心？难道室友死了他不知道吗？ I saw something on the news. Okay. Something good or something bad? 好奇的他便随口问了一句，谁知道女孩的回答让他惊掉下巴。 What about her? She died. Scotty should probably contact the police. That would be stupid of me. Why? Because I'm the one who killed her.
男人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女孩毫不避讳地讲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她原本只是想利用室友丽莎，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爱上了她。搬家那天还不让她走，无奈女孩也只能杀了她。阿强听后想展现一下男人的雄风，可他一个瘸子能掀起多大的浪？ Get the fuck out of my house! Naturally. You're angry and confused. Who wouldn't be? 女孩轻松控制住了整个房子，男人想躲避，又被一把电晕了过去。Sorry, lover. Honeymoon's over. 等富豪醒来，已经被女孩绑在了轮椅上。女人逼问他账户密码是多少，可面对这么强悍的女人，那张臭嘴还不老实，那女孩能惯着他？ Fuck you, you lying fucking bitch! 接着又拿起旁边的电钻枪。 I need all your passwords and security codes. Go fuck yourself. Okay. What's your mother's maiden name? Huh? Mother's maiden name. 钻心的疼痛袭来，最终男人扛不住，说出了银行密码。他也如愿的转走了富豪一笔资产。而另一边的房东在收拾出租屋时，发现了女孩的望远镜，他好奇的贴了上去，刚好看见女孩虐待富豪的一幕。原来在女孩转走一笔钱后，发现富豪还有数千万的债权，便想全部转走，于是拿起剪刀给富豪松绑，因为他的指纹就是密码。可刚解开麻绳，富豪就趁机掐住了女孩的脖子，两人挣扎中摔倒在地。女孩慌乱的在旁边摸索，拿到剪刀后毫不犹豫的扎向富豪。见富豪不肯将债券交给自己，女孩拿出手机，上面正是富豪的老婆和孩子，她想用此威胁男人，而这确实也很有用。男人害怕了之后，女孩就拔掉了富豪家里的所有电源，准备卖掉别墅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而此时客户也来到别墅，富豪惊讶的发现，这个客户正是第一次遇到的偷车贼。原来从头到尾都是女孩的圈套，目的就是为了富豪的财产。当两人离开男人家后，房东也悄悄来到别墅。富豪看见监控器有人，急忙大叫求救。只见房东捡起砖头，一把将窗户砸烂。另一边，女孩的手机上也立马收到提示，别墅里的一切都在女孩的监视之下。见发生意外，女孩立马掉头。房东还不知危险正在靠近，他在屋里四处张望。原来房东不是来救人的，而是也想从中捞上一笔。 I always knew she was some kind of scammer, you know. People like you always think that people seek you out because you're interesting. You know, yeah, tell me your story. Call the police before she comes back! 没办法，他无奈地告诉房东，墙上的那幅画值600-700万，只要给自己解绑就送给他。而老头也很讲诚信，准备给男人松绑。可就在这时，监控响了，女孩此时已经赶到门口。 She's back. I'm sorry. You probably got your hopes up, right? 见没了出口，老头顺势拿起旁边的小刀，可女人却十分淡定，从身后掏出了一把50米大砍刀。老头被吓得连连后退，向楼上跑去，而女人却不紧不慢地走向富豪，让他看着自己猎杀老头的画面。 Ronald! 紧接着，他兴奋地开始寻找猎物。老头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下，因为这栋别墅到处都装了摄像头，可以说一部手机掌控全局。女孩看着手机的监控，找到了老头的藏身处。 Hi there. It's worth so much money. I won't tell us all, please. 富豪在楼下不断挣扎，竟然挣脱开了胶带。他顾不上瘸了一只腿，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骑上一辆雪地车。听着老头的惨叫，富豪将马力加到最大，生怕女孩追上来。可由于速度太快，导致刹车失灵，自己一下被甩飞出去。刚好路过了一辆跑车，等男人下车后，富豪急忙向他求救，并表示自己被一个女人追杀。男人见状，急忙将他扶进车里，准备开车带他去往医院，还给他拨通了报警电话。可就在富豪觉得自己终于获救时， Wait. Wait. Breathe. I need you to stay. 原来丧彪也是女孩的同伙，他对着富豪的头就是一拳，接着将他撞晕过去。等富豪醒来，自己又被绑在了轮椅上，动弹不得。这时波妹走了过来，她让男人交出最后的债权就放他离开，可富豪却宁死不从。没有自己的指纹，波妹根本进不到保险库。可男人却低估了两人的凶狠程度。只见波妹勒住富豪脖子，丧彪将他的手摁在桌子上，拿起菜刀一把砍了下去。就当富豪被折磨时，他的前妻和女儿此时也回到了别墅。女儿一进门就忙着去找爸爸，而大美却看到了门口的碎玻璃，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楼上的女儿遇到波妹，女人抱着小美走了下去。 I'm sorry. You are
I'm Sky, Chris's nurse. Yeah, put my daughter down, please. Okay, the mother line thing. I get it. Computer Victor. Yeah, where is Chris? Chris! Your wife and Chad are here to see you. No hug for daddy? 妻女俩也被扔进了小黑屋，没想到一家三口竟这样团聚。而另一边的丧彪将富豪的手指绑在了自己手上，接着开车向金库的位置驶去。而富豪无意间在小黑屋发现了一个通风口，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让女儿向里面爬去，最后从外面打开房门。而丧彪此时已经找到了金库管理员，他用富豪的断指试图解开密码。Huh. Seems it's not reading the heat signature. Must be, try that again. Made my hands cold from the cast. I should probably call someone. No, hold on one second. Wait,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还好最后有惊无险，管理员将两人带到保险柜，拿出了里面的债权，却让两人瞬间呆住，因为里面根本就不是几千万的债权，而是一堆没用的废纸。丧彪看着手里的监控，发现小美已经跑到了屋外。两人进屋后就开始分开寻找，而当丧彪走到一间房屋时，里面传出了声音，他爬到门上偷听，在确定是里面的声音后，就打开了房门。Fucking cut me. 听到声音的波妹也赶了过来，她拿枪指着富豪逼问母女俩的位置。旁边的丧彪还让女人赶紧开枪，可看着富豪的模样，他想起了曾经的美好片段，转身就一枪打中了丧彪。见男人没了生命，富豪赶紧拿起旁边的镰刀，一刀砍中了波妹的肩膀，女人吃痛大叫。富豪急忙捡起手机，然后向屋里跑去。而波妹将镰刀拔出后，也对富豪起了杀心，她赶紧躲到了一个密室里，然后通过手机关掉了家里所有的照明设施。波妹的一举一动都躲不过她的掌握。等时机成熟，她决定偷袭，可是缺胳膊少腿的哪能是对手？女孩见状摸到旁边的镰刀，波妹直接占据优势，举起镰刀就劈了下去，不出意外3刀全部劈空。男人趁机一个回肘，将女人砸得赤痛倒地，而波妹也毫不示弱，一把站了起来。她看着面前身受重伤的富豪，就准备下死手。就在这时，大美及时赶了过来，一把扑倒女人，将她的头撞在墙上，却被波妹偷袭。他一把砍中大美的腿，女人吃痛地爬到富豪身旁。波妹站起身准备解决两人，又被富豪偷袭割伤大腿。危难之际，小美及时赶到，一枪解决了波妹，最终两人也因此得救。